Hello，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星星绕地球，这里是星星。上2期出了2期关于马来西亚那个FIRE 提前那个退休养老的躺平的那个视频之后，哇，收到了好多马来西亚观众朋友的热情留言，然后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觉得马来西亚那个给我的感觉就是受到了马来西亚那个人民特别热情的欢迎，就是说就欢迎我去考察呀，然后还给我提出各种的 tips 建议，然后我觉得特别的感谢。像这种热带国家生活的人，还有和那种幸福指数特别高的国家的人，他们对人都会特别的更热情友好一些，就是对外来的人就是采取一种欢迎啊，很 guest friendly， 就很友好的一种态度，跟我在其他地方受到的那种感觉真的反差很大。然后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观众给了我那么热情一个温暖的回馈，让我就感觉马来西亚我是真的应该再好好的去看看。第一次去是作为又是开飞机又是好吃的又是拍海边的美照，但人家是作为一个旅游者。但是这一次呢，我想去看看，就是我想作为一个深度的考察者去看一看，既给自己一个把功课做完，也想给观众分享一下我那个做的 research。欢迎大家扫图片上的2维码，加入我的东南亚躺平交流群，交流互动哦。既欢迎在考虑退休、海外旅居或投资之类的观众，也欢迎东南亚当地的朋友，大家互相交流，交个朋友哦。因为我就想因为马来西亚是作为一个亚洲，真的目前我觉得一个非常好，就是说提前退休养老，然后去躺平的一个国家。然后呢，上期2期视频出了之后，得到那么多好的反响，然后其实我也把这个行动呢就排上了日程，然后去吉隆坡，然后这一次准备好好的，然后把美国的事情处理好之后呢，在那个吉隆坡，在槟城呢，还有一些就是华人比较感兴趣投资买房的地方和一些旅游胜地，都去考察一下，看看那边的生活，就体验一下真正在那边去旅居，像当地人那样生活，然后他的感受又是怎样，他的 expense 又是怎样，因为你去那里玩个1周10天半个月的那种旅行的那种体验，和你真正在那边去生活，它的 expense 体验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准备这一次好好的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东西。哇，这2天真的是被这个 Airbnb 的 host， 然后和 Airbnb 后台的服务搞得头大，就是效率极低，服务极差。然后在感叹美国某些方面服务真的非常差的时候呢，我这2天也在安排去马来西亚的行程，然后就订了在那个吉隆坡市中心的一个高层公寓式酒店。然后哇，那边就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反差和对比。然后你看一下那边的酒店服务多便宜，然后你看一下这个公寓，真的它是那个离吉隆坡的双子塔呢，然后其实很近，然后夜景就能看到那个吉隆坡非常漂亮的那个双子塔的夜景。然后我这个 to B 的那个高层高级酒店是公寓的，然后平均下来我订了2周，只要40到50美金，大概40-50美金一晚上，就是那种一个 to B 的一个套房，真的是特别漂亮，而且它里面看上去都还很高档，然后一切的服务配套设施都很好，有无边际游泳池，然后健身房，就说一系列看上去都非常的棒。然后下面都是商圈啊，吃饭啊，出去玩啊，还有晚上的夜景都非常的棒，然后就非常好。然后这个价格真的是让我觉得哇，去那边真的有一种就是在美国受的气，然后过去就是享受服务，可以做富豪的那种感觉，特别好。然后其实比较一下，其实我这一次因为在北京也要待2周嘛，北京我订一个也是一个 service apartment， 可能就10几20几平米的一个 service apartment， 这个就是一个 studio， 在那个领事馆区。然后它的价格差不多，它的价格比这个 to B 一晚上还要贵，我算起来。然后真的，而且我那个特别小，就是一个 studio， 它还不是 1B， 它就是 studio， 特别小。然后它连星级都没有，但是就特别干净嘛，是一个那种精品酒店旗下的那种 service apartment。这个价格真的是，所以我觉得哇，吉隆坡真的那边的生活真的是蛮棒的。然后我这一次订的酒店呢是高层公寓，然后是在市中心，但是呢，我会去看看，就上期我不是放了一个博主嘛，他的开箱视频他的新房开箱是在 Desa Park City。我这次去到吉隆坡呢，定在市中心呢，是为了就说刚去你还不习惯，我还不习惯的时候，可能就是也是游客心态，然后住在比较繁华的地方比较方便，打地铁啊，出去吃饭啊，比较热闹。但是我这一次去吉隆坡，其实
实是要考察2个当地发展的比较好的小区。最初是看到的 Dayside Park City 是被那个就是从美国旅居过去的那个女博主所吸引的，她新买的房子在 Dayside Park City， 然后那边呢是吉隆坡一个发展的，就相当于是吉隆坡当地发展的最好的小区之一 Dayside Park City。然后在我做 Dayside Park City 的 research 的时候呢，我也关注到了另外一个当地非常有名的小区，叫做Monty Ara， 然后华人叫它满家乐。然后那一个小区呢是介于 Dayside Park City 和那个吉隆坡市中心之间，就是 Dayside Park City 会有点远一点点，因为它就说像这种比较高级的小区，它都会离市中心有一段的距离，它这样环境更好，然后更宜居，然后它的配套设施也更新一些。然后 Monty Ara 呢这个小区呢，它是在Dayside Park City 和吉隆坡市中心的中间，然后它会更近一些，可能只有十几20分钟的车程就更近一些。然后 Dayside Park City 可能还要个半个小时，不知道我说的准不准确。然后呢 Monty Ara 呢，这2个小区很有趣的是 Monty Ara 发展的会早一些，它是一个像 expat 的一个小区，就是一个外籍小区，基本上那边吸引的都是就是那种公司外派过去的高层或者是员工，然后在那边有什么韩国人啊、日本啊、欧美人在那边居住的都非常多，所以说那个小区的租售比Dayside Park City 要高一些，因为那边的外籍人士比较多嘛，所以说它的那个高质量的租客的那个比较多，然后所以说它的租房需求就会比较大，然后又因为那边的租客都是比较高质量的，所以它的租金就有一定的保障，所以说它的那个租售比就会高一些，就按纯现金买房的净出租回报率就5.9%，接近6%那个样子，它其实是偏高的，因为跟我们南加州比的话，咱们南加州的那个纯现金买房净出租回报率只有2.58%，连3%都没有。那 Dayside Park City 那个地方呢，然后我也做了一下 research， 就好奇嘛，就比较一下。然后 Dayside Park City 它的净出租回报率呢，纯现金买房净出租回报率就会比 Monty Ara 要低一点点，3.99%，差不多4%那个样子。它比南加州咱们这边要平均值要高，但是呢比 Monty Ara 要低，就是这种供求的关系有关，因为在Monty Ara 主要就是外籍人士在那边租房居住比较多，然后可能当地人买了之后就租给这种外籍人士，或者说有些外籍人士买来作为长期居住或投资。但 Dayside Park City 呢，基本上是当地的华人或者说是那种就是旅居的华人，他们有高生活质量要求的，然后他们在那边买房，然后所以说那边其实不是一个专门去出租的一个地方，基本上都是那种比较有钱的华人在当地的，或者说像那个之前那个我提到那个女博主那样，他们就是那种旅居过去的，在那边就是躺平，在那边去生活发展，然后去那边就是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在那边去买房的。所以说 Dayside Park City 是那种高质量的买房需求比较多，而 Monty Ara 呢是那种就是那种外籍人士的租客比较多。还有就是那个 Dayside Park City 它的那个房价比较高，因为它都是新的嘛，它的房子的而且全是新房，它的溢价就会更高一些，所以说也导致它那边的那个租金回报率会稍微低一点点，但是还是比那个南加州要高。咱们南加州还是很可怜的2.57%，再拿出来说一下。然后呢，所以说这次我就打算呢，住在 downtown， 然后的高层，然后去 Monty Ara 和 Dayside Park City 呢的高层，它那边就这2个小区，它都是主要都是高层，就是那种高层的建筑。然后呢，去考察一下。然后其实在我上一期视频出了之后呢，就有很多的观众也跟我留言说，你怎么不考虑一下那个马来西亚的地屋呢？然后当地人所说的地屋就是有地的房子，也就是其实 townhouse 和那个 single family， 但可能 townhouse 都不算吧，因为你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但是你有土地的享受权，但它反正都是有地的嘛，他说那种就当地人会觉得就是地屋的环境会更好一些。那么为什么我没有把地屋作为很吸引我的一个考察项目去看呢？因为你们看一看，就是我做过 research 的，在 Dayside Park City 它有很多的地屋，就是说它那边因为它环境比较好，然后它不像 Monty Ara 还是高层为主。那 Dayside Park City 的地屋你们看看价格哈，它有地的联排别墅呢，均价大约是600到1000万马币，然后折合美金呢就差不多是140万到230万美金。然后它的独栋别墅呢，就是 single family house 呢，大约是1000到2000万马币，折合成美金是200到500万美金。然后你们看看这个价格，已经相当于我们在美国一个就是美国的好区的很贵
的那种豪宅了。它这个价格对于我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为我们在美国就在很好的区的豪宅也是这个价格，而且环境可能更好。因为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博主的那个无人机拍摄的 Desert Park City 的那个联排别墅和那个独栋别墅，你们可以看得到它的环境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好，它就相当于还是密密麻麻的在一个新开发的小区，大家就是这种建商把它挨着一栋一栋的建的，就是它就类似于像我们上海啊、北京那些有钱人的小区，它的别墅的环境其实没有欧洲和美国这么好。然后我们这边的 single family house， 如果你不是买那种新建的话，你是买那种就是二手房的话，它的那个 road 呀、yard 呀，然后我们这边的视野啊，就是其实会好很多。像你们从这个那个视频中可以看到，在 Desert Park City 的那种地屋，它基本上也是就没有什么景观的，就是一栋挨着一栋。但是一会儿我给你们拍我住的这个房子，就是我们这里的房子呢，如果说你要按这个价格，就是从140万到500万美金的区间，你已经可以在比较好的区去买一个很好 view 的一个 single family house 了。然后你可以有海景，你可以有湖景，你可以有山景，然后这个视野啊就望出去是很漂亮的，就是视野会比 Desert Park City 会好很多。所以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性价比来说，对于可能我们在欧美中的人，然后我们会觉得性价比来说，那个马来西亚的地屋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那地理套利来说，而是那里的高层建筑更吸引我们，不管从价格上也好，而且也从那边的公共娱乐设施和服务来说，都是高层比地屋更吸引我们。因为我们去那边其实就是去享受公共娱乐设施和它的服务的。那地屋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啊，我们每天都是在乡下生活，已经有这样的环境了，所以说过去就是享受一些别的。一些我们享受不到的东西，就是物以稀为贵嘛，所以说也就是这个原因，可能是更吸引我们去考察当地的那个高级公寓，所以说就是这个原因跟大家解释一下。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给我那么多的就当地的资讯也好，然后热情的欢迎也好，然后非常感谢。所以呢，综上所述，我会更感兴趣马来西亚当地的高层公寓一些。好了，那现在带你们看看我现在住的这个美国的房子吧，给你们看看美国的房子环境是怎样的。Let's go。这个房子呢是位于帕萨迪纳一个很好的区，然后你看这是前院，然后外面就能看到远山，风景很好。然后这个房子其实是蛮旧的了，它只有1层楼，但是它的那个层高非常高。它的优点就以前我看房子跟大家拍过视频讲过，就是老房子它一般层高很低，所以说我就没有喜欢上。但这个房子很特别，它只有1层，而且它层高非常高，它相当于有普通那种新房的1.5倍那么高，差不多，可能没有1.5倍，但是层高非常高，所以进来会觉得虽然房子很老，但它一点都不很老，但是它一点都不压抑，就是很舒服的一个感觉。你看房东很喜欢可能收集这些东西然后打扮，老外都是喜欢把房子弄得比较 stylish 一点，然后很有意思。它有很多的这种小的这种小心机，然后把房子弄得很 stylish。它的房间也蛮多的，然后像它基本上好像每个房间都带有一个独立的洗手间，这里还有一个 laundry room， 还有一个0.5的一个洗手间，这里可能是它的那个储物间。然后你看到玄关进来，其实这边就是一个小客厅，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中客厅，就是可以在这边吃饭看电视啊这些的。然后这里是饭厅，然后饭厅就是开放式的和厨房在一起的。然后这是他们老美式的这种大桌子饭厅。然后看他们的这里还弄了一个世界版图，就很有特色。然后这种老美就是很会，就是西方人就很会做这些，就是把家里弄得很 stylish 一点，看着房东比较爱喝酒。然后这里是他们的厨房的公共区域，就是厨房，然后它厨房也是蛮大的，对啊。然后它没有岛台，然后中间被房东搞了一个这个桌子，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小的区域，就很舒服。然后它的后院就没有前院那么大，后院会小一些。然后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坐着烧火和 barbecue 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搞得很温馨。
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它的房间的结构也是蛮好的，因为基本上好像每个房间都带了一个洗手间，然后这里面差不多有1、2、3，这里有3个房间，那你可能还有1个房间，这个房子里面应该有5个卧室。好啦，展示结束。好啦，观众朋友们，那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记得点赞、关注、支持我的视频哦，咱们马来西亚见，拜拜。